近网上流传的一组画面，让不少人看了心里直痒痒。北方某厂的流水线上，一辆辆小型履带式无人战车排着队下线，整整齐齐，场面相当解压。官方管它叫尖兵察打一体无人战车，型号 ZRY222。这不是实验车，不是样车，也不是小批量试用，是正儿八经上了流水线、大批量生产的状态。那么问题来了，这款战车实力究竟如何？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际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你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最近一段军工车间的实拍画面在网络悄然走红，让不少军迷直呼过瘾。北方军工的生产流水线上，一排排 ZRY222 尖兵察打一体无人战车整齐列队，有序下线，规整的量产场面极具视觉冲击力。该车在2025年9月3日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中首次公开亮相。此次生产线画面公开，印证了官兵官方所有亮相装备均为现役装备的表态。那问题就来了，这款无人战车的实力到底如何呢？想要摸清它的真正实力，最直观的方式就是和全球主流同类装备同台对比。而横向看看全球同类装备，差距确实明显。芬兰的 Termis 无人平台整体定位偏向后勤运输和基础战场侦察，几乎没有正经攻坚火力，和主打察打一体全域作战的尖兵完全不属于同一赛道。俄罗斯大名鼎鼎的天王星9倒是走了重火力路线，它堆砌了30毫米机关炮、反坦克导弹等多款重武器，火力拉满的同时，缺陷也被无限放大。它的战斗权重高达12吨，足足是尖兵的10倍，笨重的体型让机动能力大打折扣。更致命的是，这款战车在叙利亚的实战中暴露了诸多硬伤，比如遥控距离短，通信链路极易中断，2公里外传感器就会完全失效，更是不支持行进间射击。所以对于这款无人战车，俄军也仅列装了20台，这样的规模连小批量试用都算不上。再看美国的魔爪系列无人装备，深耕排爆侦察领域多年，但功能极度单一，本质只是一款特种作业机器人，根本不具备前线突击、反坦克攻坚的实战能力。不难发现，海外主流无人战车几乎都卡在小批量试用阶段，成本压不下来，没法大规模投入实战。也正因为如此，北方车辆集团敢于公开完整量产流水线，才显得格外有底气。此前，海外同类无人战车全年交付量仅有几十台，而我们的生产线一旦满负荷运转，单次就能下线数十台整车，量产规模直接拉开了跨代差距。当然，别看 ZRY222 体型小巧，整车战斗权重仅有 1.2 吨，但它的实战适配性却格外强悍。专属的履带式底盘让它轻松适配山地陡坡、城市废墟、泥泞滩涂等各类复杂地形。轮式装备难以通行的战场环境，它都能灵活穿梭，稳定机动。而且别看它个头不大，火力配置挺全，战车标配 7.62 毫米车载机枪，还能根据作战任务快速模块化加装反坦克导弹、攻坚火箭弹，覆盖远近距各类作战场景。整车采用分体模块化架构，底盘、武器站、光电感知系统均可独立拆装，按需替换，大幅降低了前线后勤的维护压力。超高的适配性不仅能满足国内陆军基层班组的大批量列装需求，对于那些预算有限、急需补齐地面无人作战能力的海外国家而言，也是性价比极高的优选装备。如果说火力和适配性是它的基础优势，那强悍的抗干扰能力与智能感知系统就是它碾压海外竞品的核心地牌。现代战场电磁对抗无处不在，信号屏蔽、频谱压制早已是常规作战手段，这也是海外无人装备频繁失联、失控的核心痛点。针对这一行业难题， ZRY222 全程做了专项加固优化，通信与传感系统的战场稳定性大幅提升。即便遭遇 GPS 信号完全失效的极端环境，它搭载的激光雷达、光电红外探测设备依旧能自主规划行进路线，规避障碍，锁定敌方目标，毫秒级的响应速度让战场打击链路变得高效又精准。不过有一说一，相较于参数上的升级，这款无人战车真正的颠覆性价值是彻底重构了传承多年的步兵攻坚作战模式。在传统作战场景中，侦察探路、火力压制、攻坚破障等高危任务全部需要步兵亲身冲锋，直面炮火，伤亡风险极高，而搭载全套智能系统的尖兵彻底改变了这一局面。
操作人员在后方安全区域远程操控，无人战车率先冲入巷战废墟、敌方火力密集区，主动侦察敌情，引诱敌方暴露火力点，并完成前置压制。步兵班组只需在威胁清除后跟进清场，巩固阵地。简单来说，过去是士兵冲在最前线以身搏敌，如今是无人战车替人扛伤害、探危险。士兵的身份也从一线突击员转变为了统筹调度的战场指挥员。不仅如此 ，ZRY-222 还能和4组作战机器人搭配组网，组成实战能力极强的机器狼无人作战机群。4组机器人擅长穿梭狭小障碍、隐蔽渗透侦察，尖兵则主打机动伴随、火力压制，两者协同配合，互补短板。在城市巷战、山地攻坚等高损耗战场中，它可以充当首轮突击力量，抵进敌方阵地，为后续大部队推进开辟安全通道。这也是步兵装备迭代史上最本质的一次变革。过往100年，从栓动步枪到自动步枪，从运兵车到步兵战车，所有装备升级都只是拉长士兵的攻击距离，提升机动与防护能力，直面危险，承担战场损耗的主体始终是士兵本身。而无人战车的普及，第一次让作战装备成为前线合法替身，彻底转移了战场风险的承担主体。生产线的公开画面引发了外界关注，但真正值得聚焦的不是这款车能干什么，而是它背后正在发生的一个趋势。这款小车带来的变化远不止多一款制式作战装备这么简单。很多人不知道，这款战车实现了少见的军工技术逆向流动。业内普遍推测 ，ZRY-222 搭载的重油增程动力系统早已在国产彩虹系统无人机上经过千锤百炼。国内航瑞动力等企业打磨多年的重油航空发动机，在空域场景验证成熟后，顺势下沉适配地面无人战车。以往军工技术迭代基本都是地面装备反哺航空领域，坦克动力、车载雷达改良后搬上战机是常态，而尖兵战车反过来走通了空改地的新路径。重油燃料的实战价值格外贴合步兵作战需求，它比汽油更安全，中弹后不易爆燃，还能和军用油料通用，大幅简化前线后勤补给。加上高原低温环境下动力衰减少，启动稳定，这套适配全域战场的动力方案远比单纯堆马力更贴合实战。更关键的是，整套动力系统完全国产化，战士完全不用担心海外供应链卡脖子。如果说动力革新是技术突破，那它的设计取舍更是读懂了现代战争的核心逻辑。1.2吨的轻量化车身，一口气集成机枪、火箭弹、反坦克导弹3层火力，放在传统装备体系里，至少需要2-3台载具才能实现的功能，一台小车就能搞定。设计师并没有一味堆砌装甲，追求单车生存能力，反而主动放弃厚重防护，主打性能够用、成本可控、战损可补。这其实是针对现代高强度战场的精准预判。无人战车的使命就是替士兵闯火海、冲险阵。如果装备造价昂贵、稀损不敢用，那无人作战的意义也就荡然无存。现代化战场的无人装备本就是可消耗的战术耗材，能快速量产、快速补损，远比单一装备硬扛伤害更重要。这一点刚好戳中了海外无人装备的通病。俄罗斯12吨级的天王星9火力拉满，造价高昂，根本不敢投入大规模消耗战，最终只小批量列装。乌克兰战场也能印证，市面上廉价简易无人车遍地走，但真正能兼顾察打一体、可批量量产的战斗型无人战车，全球都寥寥无几。模块化设计更是让这款战车的性价比拉满。依托标准化基座，它能快速切换火力、侦察、运输、扫雷等各类任务模块，一套底盘适配多种战术场景。这种设计不算独创，却在国内实现了规模化落地。对军费有限的国内外用户来说，不用采购多款专用装备，一台底盘就能适配全场景作战，实用性直接拉满。或许有人会问，量产下线就等于战力拉满吗？其实不然，流水线整齐的成品不代表真实战场的实战效能。人机协同流畅度、复杂电磁环境下的通信稳定性、野外后勤维护难度，都需要靠长期演训不断打磨。不过从阅兵亮相到东部战区实兵演练、适配班组作战，再到全速量产，这套稳步推进的节奏已经足够说明它的成熟度。当下海外军工还在困于无人装备成本高、产能低的困境，我们却靠着完整的工业体系，
走出了一条量大管饱、均衡实用的新路子。ZRY-222的批量交付绝不只是一款新武器的迭代更新，而是2种军工新思路的落地开花。无人机成熟技术反哺地面装备，可消耗、规模化的实战理念取代了传统单件高精装备的研发思维。不得不说，这套全新的装备逻辑正在彻底改写传统陆战规则。未来陆军步兵班组搭配无人战车冲锋，机器前置抗风险，人在后控全局的作战模式终将成为战场常态。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关注我的频道，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